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元夫，大家好。那另外，立法院荣誉顾问 Thank you 哥陈柏伟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对大家来讲的话，从823以后一直到现在，国内整个政治氛围进入到另外一个分水岭吗？因为不管是罢免啦、核战延役公投，该投的全部都投过了。可是显然这个政治效应会一路往下，立法院嘲笑也大，那是固定确定就是这个样子。那对现在执政赖清德总统来讲的话，怎么样在行政、立法各院之间取得？因为台湾总要继续往下走吧。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闻到一个氛围？蓝白合看起来是未来不管2026、2028都希望能够走的一个方向，但蓝白合的中间的一些点，包括2026，不管是在百里以后的方面，在议员的方面，可是有一个人看起来是蓝白合里面目前似乎是一个重大的交集点，柯文哲前主席。因为当823以后，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直接说那是政治收押，叫赖清德总统放柯文哲。那今天呢，包括黄章，民众党主席黄章也直接说了，那也是说，当然他是说绿营有没有人那去探视陈佩琪跟柯妈，然后但重点还是在于要放了柯文哲，连国民党有要参选党主席一些人，譬如像罗志祥啦什么，也直接说是不是要为柯文哲平反？柯文哲前主席已经是蓝白之间最大一个共识吗？不过一开始让你先听一下，因为民众党要在8月30号那发起一个叫司法走读，让你先听一下黄国昌主席怎么说的。来，我老实跟赖清德讲，除非你们还柯文哲一个公道，要不然台湾民众党绝对跟民进党没完没了。不论你找过去权力多大的人，想要来私下接触台湾民众党，甚至私下去接触陈佩琪，去演那些安慰的猫哭耗子假慈悲的事情，我就直接跟你赖清德讲，审审吧，审审吧。你如果赖清德这么有诚意的话，可以啊，认错啊，道歉啊，还柯文哲公道，把人放出来。做不到这些事情，其他免谈。来，不过我就直接先请教一下，你风尘仆仆才从南部，包括在整个救灾所那些回来，是有没有听到？刚才黄国昌主席讲的几个重点哦，第一个，不管是过去你们派的是过去权力多大的人，我们现在想这过去权力多大的人到底是谁？第二个，不要想要接触台湾民众党，也不要去猫哭耗子假慈悲去接触陈佩琪或是柯妈，要做认错道歉，放了柯文哲。我觉得我跟这个黄国昌好像活在不同的时空这到底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时空里面，如何去交汇，我不晓得。但是我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讲 ，OK， 至少从这个党部这边，民进党这边没有什么派任何人什么去安慰这个柯文哲的这个太太然后去表达什么慰问你们辛苦了，没有这件事情我就可以跟大家很直接的讲，就是没有这件事情。可是为什么黄国昌他说什么民进党方面你们有派人来，如果你们派人来，还是过去权力多大的人对，隐含之中那个人，他如果说什么过去权力多大的人，也许我不晓得是谁，但是也许他跟柯文哲的这个阵营有什么私交，这我不晓得。但是至少很确定的，这个绝对不是从所谓的府院党这样的一个机制，说什么拜托他或去跟这个柯文哲的太太安慰一下，没有这回事，没有就是没有。我再次强调，没有就是没有，这么简单。那第二个，黄国昌他刚刚讲说，这个如果民进党没有还柯文哲司法上什么公道，他就没完没了。我跟大家讲。全世界目前唯一有办法还柯文哲公道的只有他自己。因为这个人说够人走呀，够人搭这是他自己犯下的一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行者，要由他自己去承担。我举例来讲，邱清华这个嘉义的这个博弈教主邱金章，嘉义的博弈教主，然后这个请人去送他300万在办公室，然后他骑着飞轮说，谢谢。他可不是民进党的，这个跟民进党没有关系。他亲自去证明说，确实你柯文哲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就在办公室收了300万的这个巨款。请问
这个有没有违法？这个很清楚嘛。如果这个不叫贪污，这个不叫违法，以后所有公务人员都可以比照来收啊。我只要在办公室骑着飞轮，大家就钱送过来，我就合法啊。请问这个合法吗？邱清章，请问是民进党的人吗？这个跟民进党什么关系？我再讲第二个，朱雅虎他讲说，哇，这个好几个人头，然后总共加起来一人30万，那个捐了210万。朱雅虎也不是民进党的人啊，请问这跟民进党什么关系？哇，我再讲更彻底一点，橘子跟民进党有没有关系啊？我再讲彻底一点，很简单，揭发这件事情的钟小平跟游淑慧是国民党籍的议员请问又跟民进党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今天全世界唯一能够还柯文哲公道，只有他本人，只有他讲出实情。赶快橘子回来，把大家质疑的点赶快这个全盘托出，金流方向橘子回来交代清楚，这样子就可以让柯文哲可以说这个至少在这段期间是不是能够有自由之身，而这中间还要经过法院的认定，是法官去裁定的。我刚刚讲的任何一个关键的环节都跟民进党无关，所以我不知道黄国昌为什么一直要咬着民进党，他好像非要靠着赖清德总统或者咬着民进党，他才有办法生存，才有办法凸显他在国民党内那种地位。但是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他所言的全部是谎言，全部都不是事实。来，林涛，那823那天投完票的时候，朱立伦主席直接在记者会就直接公开喊话赖清德总统，然后而且他用的词叫政治收押，那这个词用的非常重哦。而这个政治收押，赖清德总统在当天的记者会也回应了一段，但是你刚刚听到黄昌主席讲的意思，就在说好像民党有派人啊什么，然后伯恩直接讲府院党系统绝对没有人这个样，可是国民党里面包括连要选党主席，反正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看起来有很大一部分的交集是在柯文哲是不是真的应该要被还公道，要被放，这是你们很多人理解的重点吗？对，五哥2个部分来讲哈，刚才我听到民进党的好朋友现在还在讲橘子，他讲了1年的橘子，橘子不回来要继续压，什么东西都不用管啦，这12个月、13个月查了好久，没有新的证据啊！橘子还没回来，1颗橘子到现在还在。我有讲橘子不回来继续压吗？你刚才讲橘子，我有讲这句话吗？第二个呢，林岱樺，你不要回避，我有讲橘子回来，你刚才讲继续压吗？橘子就是现在你的论点，是不是一个关键人物？其实这个民进党的代理秘书长何博文刚才讲的话，大家全民都待会播出，大家都可以知道，他就是讲橘子，意思就是暗示说，我没有说橘子不回来就要继续压，这是法官要判定。连橘子都所以国民党这种抹黑造谣，真的是跟黄国昌过之而无不及。没关系，等一下五哥会让你回应的。好，第一个橘子还在提1年了，还在提橘子。第二个呢，其实民进党的林岱樺讲得很清楚，司法介入政治介入初选，是从民进党的口中讲出来的。然后呢，林岱樺的案子继续进行，这也是林岱樺讲的，不是说国民党讲的。再来，为什么会讲到在823这个晚上提到？因为726跟823，除了大家觉得在非选举年搞起大恶霸是很奇怪的事情，其实还有一些因子是对于行政的机关不信任，比如说关税没有处理好，救灾没有处理好，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司法过去大家觉得公正性，它是有这个外界会觉得说司法的独立性是有比较偏低的，所有的民调。连我们所有的民调，不管是媒体的、国民党的、民进党，通通都显示这样。美丽岛民调也是这样，司法的不信任度在赖清德这一年呈现了新高，所以会有2个论点哦。第一个，柯文哲主席他有案子，他这样子被查的过程中，有必要压这么久吗？你有给他判刑，就是给他求刑嘛。然后你的证据该查的部分你也继续查嘛。可是他真的有必要压到12个月、13个月吗？这其实打的一个很大的问号。你可以按照这个法案办嘛。第二个呢，个人资料保护法，全国的这个联署的部分，党工，你用搜索，你用羁押。你一个个资法现在还多少党工在被你修理，所以我觉得这在比例原则上外界是会有感受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当时候823主席提到这个司法的公正度，因为这不只是台湾民众党的希望，这也是国民党的希望，这当然是蓝白共同的诉求嘛。OK， 那蓝白以司法公正作为诉求，希望这个政府听民众的声音，这其实没有很超过了。来博。这个有没有必要压到12个月或者更久？不是问民进党，是问法官，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是用膝盖想就知道。我不知道朱立伦的爱将竟然是这样的水准。第二个，
我要讲橘子，我刚刚绝对没有讲说橘子没回来，所以柯文哲要继续关。所以这完全是抹黑，我要澄清。另外讲到林岱樺的事情，林岱樺当他那一天喊出这个话之后，当天下午还是隔天我忘记了，反正就是立刻在官邸有一个烤肉会，他也去，他当面跟赖清德总统道歉，他说。没有这回事情，他是情绪性的表达，所以这个也都澄清过了、啊。没有，是赖清德在烤肉会直接跟大家讲说，你不能这样讲。好，他后来隔天才澄清，这个时需要厘清得很清楚。好，不管不有没有，不管啊，这跟你讲的是。现在请问是我讲还是你讲？刚才我讲还是你讲？好，那没关系，那你讲，我让你讲完。来，伯恩先来。我说这件事情，其实赖清德总统跟林岱樺也当面跟赖清德总统澄清过，这个新闻都已经很清楚。所以再拿这个东西来抹黑，那我要讲，如果说司法是可以控制的。我们从过去连当过行政院长的郑文灿一样被办啊。林义景过去是赖清德这个担任立委的时候，他的办公室的主任，连这样的一个助理一样被办啊。所以哪有什么办蓝不办绿或者什么司法不公平？我觉得大家不管再怎么政治恶斗，我们司法这一块的公正性还是要大家守护吧。如果说这样子动不动就是针对检察官、针对法官、针对民进党，或者就是用政治破坏来这个损害司法的威信，我坦白讲，这个对整个司法体系伤害真的很大。您要简短回应吗？对，简短回应继续啦，就说民进党继续用这个态度啦，然后未来的民调看司法的公正度，大家不信赖度会不会持续飙高？如果今天民进党没有从726跟823跟所有的针对司法公正的民调看出一点端倪，要来好好的去检讨的话，继续。如果今天民进党没有从726跟823跟所有的针对司法公正的民调看出一点端倪，要来好好的去检讨的话，继续。奕晨，从刚才一开始黄国昌主席的那段，然后到博文直接回应，博文是直接斩钉截铁说，府院党系统里面是绝对没有派人什么的。博文刚刚是这样讲，但是你听黄国昌主席讲的那段，感觉上就是有，而且过去权力，而且已经直接告诉你是过去权力多大。但是不管怎么说，看起来民众党是直接摆明了要跟赖清德总统，或是跟民进党执政党民进党喊话，就是柯文哲案子就是没完没了的意思吗？没完没了，在黄国昌的嘴巴里面，这是第二次讲。上一个跟谁讲？跟钟小平讲啊。钟小平，我跟你没完没了啊，在那个土城外面啊。结果呢，黄国昌最近的争议，美国爸爸白差问题，儿子3岁就继承他土地的问题，这些问题，黄国昌一概不回答。跟你讲，830，我要帮柯文哲讨公道啊！柯文哲变他棋子而已啦。你以为他真的很能挺柯文哲？林涛还那么生气，不用那么生气啦。黄国昌都讲而已，你还那么生气？还讲我们林岱樺。林岱樺，我说真的，我就回到林岱樺，现在是因为民进党联政会还在调查。如果党主席连联政会都不会干预了，你觉得赖清德总统会去干预司法吗？我要赖清德党主席，我早就把林岱樺开除了啦。但是不行嘛，你这个党内的程序就必须经过联政会，就要送中评会去议处嘛。所以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子，林岱樺现在可以拍照啊，赖清德也没有办法包含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不断的去包围法院，包围地检署，包含830这个活动，你们才是政治干预司法，你们才是政治介入司法，你们才是让柯文哲现在放不出来的重要理由嘛。那为什么黄国昌不希望柯文哲放出来？国民党不希望柯文哲放出来？我跟大家讲啊，陈佩琪，我真的呼吁你，陈佩琪夫人跟柯文哲的律师，你们听到的话，他们根本不希望柯文哲出来。为什么？会关系到未来蓝白合之间的协调嘛。柯文哲的政治性格是可以在去年2004年。在所谓的总统大选到最后登记一天，都还在持续施压国民党，你要不要让给我嘛？黄国昌不是啊，宣布参选等于就是退选啊，因为他宣布参选，我不会当选就不会选啊，他不会当选，你现在民调就不会当选啊，你干脆退选算了。所以两个的政治性格不一样的情况下，黄国昌比较好谈呐，柯文哲比较难谈呐。所以国民党或民众党，黄国昌或朱立伦不断的声援柯文哲，不断的用政治干预司法，其实是为了让柯文哲放不出来。詹哥有没有感觉到，那柯文哲前主席好像越来越重要？
就是现在变成823完，朱立伦也要提到他，然后国民党要参选的人也要提到他，然后包括更不要讲民众党黄鸿昌还要办那个830，因为830大概柯文哲应该是积压1年左右。所以这所有这些，虽然易善刚讲说国民党跟黄鸿昌主义他们真的想要让柯文哲出来吗？可是你看字里行间，罗志祥说要参选，好了，不管那个上公说他有没有那个资格，这是一回事，但他说要参选也是讲要平反柯文哲，朱立伦也是这样子，民众党也是还要办走读，你不觉得柯文哲前主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接到陈情案件的时候，有几件事情要先处理。第一个，陈情人是否说的是实话啊？那第二个呢，我们会找对照双方来开个协调会。那第三个要去思考具体要怎么解决，要找对局处部会啊，找对相关人，然后对症下药去处理问题。那如果今天是要释放柯文哲的话，总统应该要打哪一通电话，或是改哪一条法律？或者是找谁？因为现在去讲政治迫害、司法追杀等等的这一些用词，他很难去解释。因为这个过程里面，第一个我们也没有看到检察总长跑去总统府报告现在的案情，也没有听到他挂线什么民众党党主席这个柯文哲跟黄国昌讲过什么话，也没有引导犯人做假供词，也没有办到一半换法官。所以从法理上，我想台湾毕竟民主第一志愿，台大法律，或者是说法律系依然是我们算非常敬重的一个行业。如果执政党真的是这样子滥用司法的话，我都不用等到我们跳出来，免听阮这无专业的底下讲个543哈，尤其朱麒麟嘛是律师，所以。你如果问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如果有民众党的支持者跑来跟我讲，3Q 哥，你敢会当个柯文哲放出来？我就讲好，我真甲赖清德讲，叫他敲电话，请教一下要敲啥？也是讲具体要修对一条法律，你要讲我听嘛。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他做对了什么事情，我们应该要放他出来。那现在大家在猜，包含羁押条件一直讲，包含刚刚可能有一点争议的举止，这实际上都是在这个案件里面可能还缺一块的拼图嘛。那法律在法院里面两边这个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把它拼成完整的事实。那法官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判断。那如果有缺的，自然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一块没有厘清，是不是少一点线索？对啊 ，Thank you。你刚刚讲的那些，你觉得朱立伦不知道吗？你觉得我认为朱立伦知道。好，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还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这么重要的提出来？赖清德的发言坚持了司法的独立性，但是政治上是持续失血的。为什么大家要一直去讲到柯文哲？因为柯文哲现在就是我很早就讲过，他就是沙威嘛，他就是大家肚子饿的时候留得来架，又免费的你看现在我们讲柯文哲，他也不能回嘴啊，讲柯文哲也不会帮柯文哲这个人制造声量，制造的政治能量啊，等于是讲难听点要白吃白喝嘛。就随便大家怎么用嘛。我现在捧柯文哲，你看嘛，黄国昌捧柯文哲，柯文哲有可能选2028总统嘛？我看机会可能也不大。那国民党捧柯文哲，柯文哲会威胁到他们蓝白合吗？好像也不会。所以这是一个不失分的议题嘛。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第一个的确，刚刚林涛有提到，这个司法在人民的信任中，民调来说相对是比较低的。攻击司法会怎么样？对执政党造成伤害嘛？讲柯文哲会怎么样？对执政党产生不信任度嘛？然后说柯文哲很可怜，会对执政党产生悲愤嘛？所以这是蓝白为什么要拿柯文哲来换民进党？那作为何呀？没有成本的。那民进党如果这样讲的话，民进党跟赖清德总统就一点回的余地都没有吗？因为你刚讲的，你也找不知道要打电话给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跟他们的这个背景。我刚刚已经示范过了。请朱主席告诉我具体我该怎么做。我很愿意跟在野党共商国事。请问一下，我是要修法还是要如果要刺激一点，我要选马英九去要求，还是我们要重设特侦组？你要告诉我。怎么让柯文哲在他已经有这么多证据的情况下放出来，而且并且能够说服，不要说说服你，那说服我的支持者吧，对不对？你要告诉我要怎么从这个情况下离开吗？而不是因为朱立伦很显见的这个是一个政治攻击。那赖清德的情况就是那我们维护司法独立，他是站在说我们现在就是
各司其职啊，不然我讲难听一点，要不然修宪呐、司法最高机关不要是司法院呐、改成总统府啊，大家来修宪，我们修宪委员会明天要开会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政治攻击，那就是政治回应的手段高不高明，那大家接不接受？我认为是这样。最后一个是通路跟产品的问题啦。就是现在，因为什么？现在打柯文哲牌有用？我认为啦，我认为关心法律或是或是绿营的支持者，大概普遍10之8九都觉得柯文哲板上钉钉啦。但问题是另外一边在鼓吹的东西是透过不同通路跟这个讯息管道去跟大家讲说，这个都是赖清德坏人。在某些人的眼中啊，赖清德是张牙舞爪的，他那个笑出来的时候会有獠牙的。所以在他们的群众里面，他们要不断的喂养他们，可赖清德又在使坏了，就好像我们这边，我们就会觉得黄国昌你每天都在搞拐，事实上黄国昌每天都在丢不同的议题，在扰乱煽动，甚至是跑去北检抗议等等的嘛，这些我们认为道德上不允许的事情，但是他们一直在做。那同样的，他们也要喂养对方。为什么黄国昌这么激烈？为什么朱立伦要一天到晚挑战？都是赖清德害的。好，赖清德独裁这5个字，大概就是他们我不知道写在党纲。你如果去看国民党中常会那个蒋公那个什么孙中山遗像翻过来，后面5个字可能是赖清德独裁。那上班时间大家要读一次，所以这个是他们已经设定好的议题，然后包含林涛这个这个议员他也讲过，赖清德如果失败或大罢免成功或失败，可能会戒严，这个都是设定一个议题，让他们的群众觉得说赖清德就是晚上的时候会换军装啊，然后在那边踏步消灭国民党的那种幻想。那事实上是我认为执政党必须要想办法跟大家澄清，或者是更多的说明，因为独裁的相对应就是民主，那你要如何证明你是真正一个值得大家信任的民主政党、民主执政党？这个东西是需要透过更多的时间跟方法去宣传，因为现在他们的形象的，至少在这一次最新民调也是大罢免的结果，告诉大家说，我们信我们有一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是信民进党想要独裁你要告诉我你不独裁我认为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议题的交锋啊。不过刚才Thank you 局长来林涛。他讲说，如果他会问朱立伦说，你把他供解，我要看点我下面讲，我要修哪一个法？意思就是说，真的办不到，不是我总统能干的嘛？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点名我去放他？其实，如果这个民众的感受啦，今天所有的民调它不是排率民调，它是一般民众的感受。那你今天当然不能做什么事情来处理，这最好是在司法的过程中，当检察总长跟你报告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要用这种意向、用这种立场来影响司法的判断。检察总长，你可以跟他报告在重大案件的查办依法，他是必须要检察总长不能跟总统报告个案，跟总统没有报告个案，是重大事件案件。等一下，武哥他可以这个表达案件。第二个，过去检察官违法。在刑事诉讼法的整个过程中，不只是我们看到检察官跑到医院里面去审问这些犯人的过程中，他在申请的过程，他在录音的过程，基本上都已经违反了过去的刑事诉讼法。基本上都已经违反了过去的刑事诉讼法。然后第二个呢，刚才 Thank you 不是在讲说证据很多的啦，所以你怎么可能把它放出来呢？证据保全了，那接下来就台湾是罪行，就你无罪判决为原则嘛，无罪推定嘛。你现在证据完成了，然后你起诉他了，就由他来整个的司法过程中争取他的清白嘛。那你不能说证据都到了，所以你有罪，所以你要被关到底。这个应该不是台湾司法的一个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讲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今天所有的民调它是排率民调，你是说对啊，就是你们国民党觉得这个司法有问题，现在不是，现在是一般的民众
认为在过程中其实这个政府有介入司法的状况，这个不是我们单一讲。OK， 林涛讲一话，大家都有话要讲。来 ，Thank you， 你刚刚是直接跟他对口。简短的这个，因为我刚刚很明确的讲嘛，就证据现在有缺漏，又提到的橘子的部分，所以还没有完整，这可能是羁押的事由之一。那如果证据完整的，我也支持羁押，就放出来。但问题现在就没有嘛，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刚刚提到这个检察总长报告等等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林涛可以简单的就是告诉我们赖清德要怎么做了。因为刚其实好像也没有听出来具体要怎么放人。那还有一个建议啦，始作俑者是谁？钟小平嘛。钟小平要不要国民党压着他的头出来道歉，说啊误会一场，当初就不应该办。都是我做梦到的，我只是我跟他的私仇啊，站在公众的角度，我认为柯文哲无罪啊，请赖清德释放。你叫钟小平讲，他会讲吗？所以现在我还是讲，这是一个。在司法上，我认为在程序或者是法界观感上，这个柯文哲有很重大的嫌疑，然后现在也的确没有交保的，也没有完100%交保的条件。但另外一方面，这在政治上就是一个明明发动是国民党啊，然后要救的也是蓝白两党啊，然后最后变成得分的都是蓝白。这个是我认为是执政党要去思考，敌人打这一条线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回？那我刚刚的评论就很好理解，就是我看不出来赖清德要怎么放了。他真的放了，我跟你讲，他连绿营的票都跑掉。他如果真的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是这个你要民众怎么接受？那真的是有跑去跟检察总长来我讲你独立机关你想办法，你明仔载来给我报告，要那个柯文哲绑出来。哇，我想到这个总统，连我心里都发寒。来，阿苗，来科班出身的，第一个。刚刚林涛讲的你的回应，第二个，陈佩直接讲，请赖清德总统去证明他没有介入司法。以科班出身，你会怎么样回应这样这一段？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蓝白阵营在感觉上都在声援柯文哲，可是某种程度不一样是，黄国昌主席有没有直接听到？我跟你没完没了，你只要不放他，不还他公道，你不道歉不认错，他要执政党赖清德他们是道歉认错放人。国民党林涛他们讲法，某种程度是说你压久了啦，不要再压了，你就放他出来打官司吧。林涛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所以，但是结论都在柯文哲上，可是似乎听得出来，论述上有这一点不同。首先，第一个如果从实务经验来看的话，现在法院的惯例啦，等到一审这个证据调查完毕，交互诘问结束，然后如果没有重要的共犯证人在逃，那没有勾串的问题的话，大概最多啦加个电子脚镣跟重保，其实就可以解除羁押了嘛。之前不是有一个示范就是沈庆京嘛，因为跟沈庆京有关的部分，关于他的那个证人问的差不多了嘛，所以我自己其实也一直讲啦，说只要能够把证人顺利都问完，那也许11月底、12月初，柯文哲就有机会解除羁押。当然，如果橘子回国的话，那更好，解除羁押的几率又提高了嘛，这是法律。那刚才林涛讲的，我大多数都尊重啊，因为每个各自有各自的立场。但是我听到他说什么检察总长去跟总统报告这案子的时候，我真的震惊不已啊！因为翻遍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上上下下的法律，从来没有容许独立行使职权的检察总长跑去跟总统报告说，我这个贪污的个案，我的地检署检察官怎么办？上一个这样做检察总长黄世明拿着监听王金平跟柯建明的资料，跑去夜奔马英九官邸跟马英九报告的下场是，黄世明他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第一个最丢脸的检察总长，因为他泄密罪被判有罪。我不知道原来检察总长要去跟总统报告个案，现在还是国民党的观念。这就是2013年马王政争把台湾政坛搞得乌烟瘴气的最根源的原因，所以我绝对反对总统介入司法。我绝对反对检察总长拿个案去问总统该怎么做。我反对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破坏我们的宪政里面的这所谓的五权分立的这样的基础嘛。那再回来看，那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说，赖总统好像被柯文哲的这个案子，这个所谓的黄国昌的操作法跟国民党的要求弄得有点左支右绌呢？因为现在你看刚刚播的那个黄国昌的讲话，我8个字评论啊，充满感情啊，毫无理性嘛，就是你不怎样，我跟你没完没了啊。
这个除了道歉认错，他只差没讲下跪嘛，不然其余免谈，对不对？这个是在路边跟这个朋友相互呛虾的说法呢，它里面有没有任何一点论述告诉我们说，这个20几个法官所判的这些历次羁押的裁定，到底在法理上哪里有问题？对不对？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说柯文哲的辩护权受到了如何的侵害。3个律师不是请好请满，每一个被告都3个律师呢？那到底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说为什么康奈尔法学博士不能论法律？很简单，因为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他们现在司法卡关嘛，所以要政治闯关啦。他要做的就是这样嘛。司法上面，检察官的起诉书，光是给媒体的新闻资料公开的就80几页，后面再加100-200页的证据清单。那这个你要一项一项都打掉，说每一项都假的，那是不可能。那接下来政治上怎么处理？现在黄国昌在做政治处理嘛，所以他会用情绪的方式去滋养、去喂养他的支持者的情绪，甚至会扩大到什么？扩大到蓝营的支持者这边嘛。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在政治上面。是纯理性吗？其实不是。很多人的政治决定其实也会受到感性的影响。所以一个回应很重要的点是说，用理性回应理性，但是你要用感情回应感情，这很重要。像这个823，我有看赖总统的记者会，那就朱立伦喊话说，请赖总统释放柯文哲以及伪造死人联署的这些这个嫌疑人嘛，对。那个时候我看赖清德总统的回应他前面还讲说啊，政策是可以对话啦，但是司法的独立性要予以尊重啊，只要有违法的事证，不问何党、不问何人都严查到底。说实在的，能够像我这样记得他讲了什么的人，在全国是少数。那因为人家问了朱立伦，他在讲的是什么？他讲的不是理性，不是法律，他是在刺激民众的感情。在823开票出来之后，他还要再刺激一波。黄国昌他在直播间也是在刺激他支持者的感情嘛，所以以感情回应感情的角度，比如说赖总统他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他能够讲一句说，我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本来就不应该干涉司法，所以朱立伦主席的这个要求让我非常为难。如果我真的答应他了，我反而是破坏宪政的罪人。这个大家不就了解说你要表达的重点在哪里了吗？那反而是比如说像是我们在帮他讲说，对，总统现在就是不该打任何一通电话给办柯文哲案的法官嘛，不只是现在不该打，从来以前就不该打。总统本来就不应该去联络北检的检察长，跟他说啊，你这柯文哲案被让他处理，这些都是不该做的。可是问题是，我们讲的东西没有什么渗透力，但是总统讲的事情，院长讲的事情，全国每一家媒体一定要报。总统讲的，院长讲的，如果有梗，哪一家敢不掐他的掰？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执政团队他要推广给国民的政策，他可以一致，但是在沟通的方式上，你要对应到人民现在觉得不满，你要能够对应他。那理性回应理性，感情回应感情，我觉得这个是未来3年能够改变人民对执政团队观感很重要的一点。有林涛回什么？对，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检察总长跟法务部长的时候，大家来宾跳起来。其实我们讲的没有跳起来，我们说证据在哪里？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过去在法务部长跟这个检察总长，他是可以依照社会瞩目案件的办案的量能跟整个司法资源的配置，一个总括性的跟总统的报告。这不是个案嘛？我们刚才也没讲到说柯文哲的案件本身，而是说今天在一个司法的量能跟比例上，如果是社会都这样子感受到严重的倾斜，比如说所有的资源他不办这个诈骗案，他都跑去办个人资料保护法。如果所有的检调正在大幅的倾斜去办柯文哲的案子，那请问这个社会还要往这个部分来走吗？23亿的诈骗集团，他什么不办诈骗？现在每一个月89亿，每一个月超过90亿。黄国昌说要修法，检察官、地方检察官已经说了。羁押的人数有55%都是诈骗集团的诈骗犯，谁关心诈骗案？是检察官在关心，而黄国昌却为了柯文哲要把刑诉法修改，重放诈骗犯。
应该不是这样子。如果说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对于台湾的诈骗案，感觉好像已经开心，已经解决，超多人压了，为什么每个月上个月6月的时候89亿，然后一路以来70几亿到80几亿，每一个月都在创新高？没有人说感觉好像很开心，诈骗都解决了，不要一直发明别人没有讲的话。没有觉得开心，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司法资源是在查个人资料保护法，跟查台湾民众党的柯文哲？你们是把司法资源全部用在柯文哲柯案跟你们国民党的伪造文书身上，你们重点都只有这个，而没有去关心到现在检察官的办案能量，大部分都在办诈骗集团，都在办柯文哲。战哥，现在看起来的话，你看哦，黄昌30号要司法走读，然后那过程当中啊，当然你说他今天在媒体上就讲说他们去申请，这个等一下阿苗可以解释一下，就是那个申请路权，然后黄昌讲的意思好像是，你看吧，过了，结果后来又不让我们去，摆明了就是不让我们去去声援柯文哲，他的意思是这样。你们重点都只有这个，而没有去关心到现在检察官的办案能量，大部分都在办诈骗集团，都在办柯文哲。战哥，现在看起来的话，你看哦，黄昌30号要司法走读，然后那过程当中啊，当然你说他今天在媒体上就讲说他们去申请，这个等一下阿苗可以解释一下，就是那个申请路权，然后黄昌讲的意思好像是，你看吧，过了，结果后来又不让我们去，摆明了就是不让我们去声援柯文哲，他的意思是这样，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那个过程？我先讲一下台北市的程序啦，这里面有美感啊，等一下大家会听得更清楚。台北市你要办集会游行，你要跟2个单位，它有两条路线都要走哦，不是选一条。一个是去新公处的网站上，先把路权定下来，然后缴3万块，这是第一个。他说他们有做，但是第2步也要做，就是你要发一个集会游行的计划去台北市警察局，然后跟警察讲说你什么时候几点几分要办集会还是办游行，路线是什么，这2个都要做。而且新公处你说3万块缴了之后啊，警察局他也可以不核准你的集会了，这是目前台北市的法规了哈。所以昨天那个我觉得最好奇的是啊，黄国昌说他缴3万块，我相信这部分没问题。可是他被驳回，被警察局驳回的那个公文，因为他不管准或是驳回，一定会有公文。那个公文没有秀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可以去探究。OK， 好，尚公，你刚刚听到检察总长，然后就直接转了头，脖子都差点扭断了。然后你再问说到底好那证据的东西，那除了这一块，你看到黄国昌看起来他很认真，就是要办这个啊。但是在易善眼中就觉得那个可能是要转移最近很多一些社的一些的焦点，类似像这些，你的解读呢？我觉得一件事啊，就是黄国昌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当他面临危机或是情势不稳的时候，你就发现柯文哲又出来了。这是他的惯招啊，这是他的例行性公事啊。当美国籍里面是不是美国爸爸搞到打都不敢打？然后律师执照，美国律师执照白差问题惹得祸这么大，然后公投又史上倒数第2还第3，然后又没过，然后自己去解释民意，然后被大家笑，然后一路下来，其实他今天已经面临到他自己的问题，以及他率领的民众党的问题。现在这2个问题是什么？民众党问题，美国籍的问题啊，律师执照，然后骂什么？骂记者啊，什么一大堆的问题啊，事后凹到半天，凹到现在没有人要相信他的凹法啊。那另外，民众党的问题是，你今天是党主席，你立院党团提出公投案，你的党的运作过程里面，你到底动员了多少人？大家也在打问号啊。那之前国民党说至少要帮忙动员150万以上啊，那到底动了多少也现阶段也测不出来嘛，对啊，也测不出来嘛。那就你已经面临到说，你率领的党，你提出公投案，你率领的党一路下去，先讲什么要把公投搞起来，到现在为止，你的个人问题、个人家庭的问题，跟你民众党的问题，今天你就看到，大家在谈你这2个问题、3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嘣，柯文哲又上场。
然后830以后，你又发现柯文哲又下场了，然后大家不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停了。你说刚才讲的那个830的问题，深夜凌晨开直播，我就在想，这不是你为什么会选到深夜或什么呢？你不是最喜欢吗？你出来开记者会啊！我一想不对啊，开记者会大家又开始问美国旗，儿子美国旗啊！上次你们幕僚跟我们沟通，不要讲的太直接，所以我们用摩擦啊，你听不懂，那我们来问正式的。请问你跟那个记者说白差问题，你要不要道歉？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几天他是惹毛记者了。你们发彩通，然后又说你们来这边干什么？然后你们的新闻里面，你们的幕僚跟我们沟通，不要用这么强烈的字词啊，我们照办了，还要被你羞辱说我们问什么你听不懂。那现在的记者修养比较好。如果你以前呢？要是我就是你们幕僚叫我们问客气一点，你听不懂，让我直接问你。你再听不懂，那你也是白差。我直接问咯。你们幕僚拜托我们不要问这么客气，我们也遵守，然后我还要被你羞辱。这个现在记者修养比较好了。那以前我们记者脾气不太好，修养比较差，那大概一群记者都开轰了，还能让你这样活？让你继续这样骂下去，那我们还要活什么啊？好歹记者也有记者的尊严啊。所以你说你现在惹毛了啊，那隔了2天啊，我就是没有缴钱，那你当天为什么不缴？还是你听到美国，现在听到美国2个字，你就敏感了？什么问题都听不下去了。下次记者又问一下，我问你那个美国，看他会不会跳起来，其他问题都不用问，不？你在最敏感的时刻，那你现在又把端出来嘛？端出来我就说最白的一句话嘛，你们的申请路线可不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公文，不路线路线，我们去跟内政部比照一下那个管制，你们有没有碰到？你有碰到，绝对不会让你去啊，因为集邮法第6条规定得很清楚啊，总统官邸啊，总统官邸的限制区域有多大，内政部公告啊。大家来核对一下。你告诉我，他说中正1分局嘛，应该是中正2分局吧？他自己讲中正1分局嘛。公文拿出来，上面到底是谁，还有什么原因？理由一定会有的，一清二楚。理由一定会有的。所以你看深夜讲很清楚嘛，如果他开记者会，我们一定问，记者一定会问请问一下那个分局。那个驳回的理由上面是写什么？可以，这个一定有发公文，你可不可以把公文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开记者会很麻烦嘛。对，记者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嘛。不赞成的理由是什么？一定跟我们讲嘛。结果你不要拿出来是说，那个申请日期不符合规定，或是你的申请路线碰到禁制区。还是什么理由嘛？一定有理由嘛？那给我们看一下嘛。所以我觉得现在黄国昌跟朱立伦在讲政治积压，其实都是在讲政治嘛。那政治是在讲什么？我就说政治根本不是讲证据嘛，政治讲的是谁的操作手法高明嘛。那哪跟你谈什么证据啊？726、823。民意已经告诉你，他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不同意罢免的高过同意罢免。有告诉我说柯文哲无罪，柯文哲是政治积压，还是告诉我说那个伪造联书都是假的，死亡联署都是假的？有告诉我吗？不然我们来做一个民调，国民党死亡联署做的对还错？我告诉你，很多民意一定告诉你是错啊。不是你的问项是什么？罢免跟这一些可以扯在一起哦。所以罢免的民意等同于你可以解释是积压，是政治积压，还是什么积压，还是什么的解释吗？这是很奇怪的事刚上公讲的这些现场媒体出身的，博文也是媒体出身的，是所以
因为民众党其实有非常多的干部都是媒体出身的。那你自己现在也在政党里面当副秘书长，是，所以这个应对。你自己现在看到黄国昌的那些应对，你自己媒体出身，你的感觉。第二个是，如果照刚刚来宾讲，当人家问的就是政治的问题，人家就是打算没有在跟你讲法律跟证据，我要跟你讲的就是政治。我知道我的这群支持者一定会被撩拨起一些的情绪，可是你们现在对这方面的回应，像刚不管阿苗或是 Thank you 讲的，感觉上就是比较中规中矩，但比较少在这方面的一些政治回应。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次的大罢免哈，我觉得对蓝绿两党都各有一些，我觉得政党要去反省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我觉得说这个在1阶、2阶的时候，当然人民告诉国民党说，你这个预算删的有点过头了。所以1阶、2阶，当2阶很困难的时候通过的时候，你看国民党那些政治人物。赶快急着主动要解冻，有一些他们解冻，他们觉得自己也弄得太过火，赶快解冻，然后本来要送到什么院会才有办法这个解冻的，他们通通主动拜托，通通解冻，这个就是对民意的一个反应嘛。好，那到了这个3阶投票，好，到最后投票出来，确实到最后一个都没有罢成，那我们也接收到这样的民意啊，民意觉得就是说好，他们也不希望就是说看到这个大罢免，但是他们希望怎么样？这个也许就是下一次，大家累积到下一次再来算是总账。那这过程中可能他希望我们能够多一点的这个沟通协调，多一点的忍让，这个我觉得我们都接受。但是我必须要讲，我们的忍让我们自己怎么样被糟蹋都没有关系。但是第一个要合乎事实，第二个不能够这个打压司法或者糟蹋司法，然后来形同好像我们对这个部分都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他们希望怎么样？这个也许就是下一次，大家累积到下一次再来算是总账。那这过程中可能他希望我们能够多一点的这个沟通协调，多一点的忍让，这个我觉得我们都接受。但是我必须要讲，我们的忍让我们自己怎么样被糟蹋都没有关系。但是第一个要合乎事实，第二个不能够这个打压司法或者糟蹋司法，然后来形同好像我们对这个部分都没有什么意见。我必须要讲，你今天你高兴，台湾这个太民主了，台湾你怎么骂总统，怎么样去？例如说像昨天一个很扯的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那个总统讲话，总统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那个5个来，你看我这样讲什么？什么？我讲什么？你知道吗？我讲好啊，可是也许有人就说你这怎么样？对不对？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连这个东西都可以去大做文章，去污蔑总统到这样的地步。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坦白讲，如果这个部分放任这样的下去，所以当然第一时间，你看我们今天对这个部分也都很直接的去澄清了。那另外就是说对法律这个部分，我坦白说，你想想看，我们的司法被践踏到什么地步？法官跟检察官在庭里面那是不公开、不能录影的有人去里面偷拍出这些法官、检察官的这个照片，然后出来形同是公审。如果未来这些法官、司法官真的内心产生恐惧，有一种他们难以说出的恐惧，这个才真正是影响到法官、司法官的自由行政。那我的意思说，这个部分没有任何容忍的空间，因为这攸关全民的利益，所以我才必须要讲。我刚听到就是国民党的代表。朱立伦的爱将，他竟然把什么这个检察官、检察总长跟总统报告视为好像理所当然，好像在吃饭吃个小点心那种感觉。我是觉得这种心态是可怕，尤其国民党在马王政治的时候发生黄世明这种事件，可是他们心态确实是如此。好，第二个，他们现在老是觉得说，就是把你赖清德就是把柯文哲放出来。我觉得刚刚那个Thank you讲得很对啊，怎么放？假设今天真的一通电话，总统打去，他放出来，结果真的放出来了。你想想看，会下台的是谁？我看是民进党全部大家同一鞠躬嘛。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那所以很好，我觉得Thank you那个提问我觉得对。那你们觉得该怎么做？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头我就讲，我说真正能够解套、真正能还柯文哲清白的，没有任何人，在座没有任何人能还他清白，连他律师都没办法，因为律师到最后还是要讲究，法官还是要讲究证据啊。能够真正还他清白的是
柯文哲本人。国民党过去最喜欢讲什么啊？这个反对他的人都是理盲滥情。我真的觉得在司法这个部分，才真正拜托国民党不要这样的理盲滥情。我觉得黄国昌也是不要借着去蹭这个赖清德或蹭柯文哲。你想想看，多少人都一直觉得黄国昌这样的做法对柯文哲反而是不利的。好，这不是我们在讲啊，是很多人都讲说，你这样搞到柯文哲反而好像很难放出来。那为什么黄国昌执意要这样做？他背后有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嘛。但是 Thank you， 可不可以问一下，黄国昌最近是真的火气比较大？因为照理来说，政治人物跟媒体之间，大家都会希望有一个好的关系嘛。平常讲鱼帮水，水帮鱼，然后你们有一些讯息想要传达或者什么，然后媒体问了一些问题。但是最近这几次的一些的问题出来，像上公刚刚讲，那尤其是柯文哲真的被叫柯维拉了吗？就是当不想回答这些问题之后，我就把这拿出来。对黄国昌来讲，最近问到的媒体记者问到的很多那些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吗？体育赛场上有些运动是比谁丢得远跑得快，但有一些是比把球丢过去再丢回来，所以其实黄国昌在攻击某些人的时候，其实他心里是在拜托你报答我，他会攻击某些媒体，攻击记者本人当面，然后这个暗指哪一些人又在干嘛啊？还有最有名的就是叫战赖清德嘛，他那个都是爱不到啊，所以每天这个声声盼，那个赖清德跟我辩论，拜托了，什么叉叉媒体、叉叉电视，你们都做什么绿营的侧翼，这其实某种程度在他的世界，在他的封闭世界里面，是妖魔化这些东西是有效的那包含本台我们知道这个雅琴主播他也是叫战真的雅琴他说不然来辩论的时候黄国昌又超速了，油门又踩到底了，所以这个是黄国昌的一个策略啦，因为要走一个民粹独裁的形象的时候，他必须要是100%没有缺点的金身，所以他必须要硬着头皮演下去。对，他不能回答的。所以最近那些问题都会破金身吗？我认为会影响哦。那为什么？我相信民主，我相信人无完人的情况下，包含政党也一样，执政在野党一样，都会有优点跟缺点。所以对我来讲，那个100分的人本来就不存在的。好，在这边也奉劝大家恋爱不要找100分的对象，那不存在的。这个所以对我来讲，当有人想要把自己英雄化，或者是这个太上老君化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警惕。但是呢，他现在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只要有人想要泼他金身，他自然就会抵抗防守嘛。那一天周末的时候，这个民众党吴益政的女儿这个吴若颖记者去访问的时候，他就直接跟人讲问这什么白痴问题哦，我老婆很生气。现在很明显的是，美国对他来讲，我认为反而暴露了自己在意的事情啊。他在意的，我看也不是小孩，也不是美国，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怕老婆？那这包含真的啦，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谁对他生气他就不讲嘛，我也对他很生气啊，他也是每天讲啊，不是吗？所以他是不是有一点害怕？不，我这个没有贬义。我后来你去整理这一些发言的脉络，你会发现黄国昌其实是某种程度他是一个趋炎附势、欺善怕恶的人。我那个时候傅文琪摸他的头嘛，低头去给他摸。我后来回忆，我以前跟他互动没有这个表情过，他只有在一种情况，就是跟大老板吃饭讲话的时候会有这个哈哈哈笑到那个整个皱纹都跑出来，要不然平常都板一个脸像扑克牌一样嘛。所以他后来才发现在绿营这边每天都有各种挑战，你发言有没有正义有没有程序正当你有没有顾虑这个议题那个议题？但你在国民党那边呢，你只要效忠就好了。那另外一方面，国民党跟国民党合作的好处是，它只是那一个盖子。那个火锅里面煮什么，大家不知道。我们地方派系啦，什么农会系统啦，什么黑卡部队啦，因为听说他们那个吃饭的时候有人刷黑卡嘛，各种的绿营有黑熊，我们有黑卡煮一锅。黄国昌负责当那个盖子，那个盖子上面青花瓷好漂亮虽然玻璃心易碎。但是呢，他盖住了下面那一锅煮什么不知道，那个是完美配合。蓝营在陆战上需要的就是空战的声量，黄国昌就是那个我打贪腐，赖清德独裁，叫战全世界然后叫钟嘉宾跟他打铁笼，就是那个到处叫嚣的那一个嘛。不过我们看黄国昌，其实我觉得也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再怎么不好的人，我们也是要从他身上学点优点。他一直很坚持他的人设，
好，他的人设是他一直在坚持，不管你怎么攻击我，反正我就是全身破破烂烂，我也要坚持那个人设。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执政党你是不是应该要告诉老百姓，你们现在的人设是什么？重国防国安，重内政民生，还是歼灭国民党？蓝绿对立，这也是一个人设，这没有不行哦。因为事实上，我之前我也看过，我们历史上也有其他这样子的角色。那但是现在有一点摸不太清楚，因为怎么样？黄国昌现在他在做的事情，不要说抹红，因为这是事实，跟共产党很像啊。借国民党的历史例子用一用，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抗战打完之后，共产党开始要收土地了嘛。国民党那个时候论理后，银行家出来跟大家讲战后通膨没办法，大家共体时艰。共产党都敌后作战，我们在前面抗战啊，然后他都在后面作乱，然后呢，这个是战乱时刻，没有办法，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要让中国再次强起来，中华民国再次伟大。共产党哪有在理你这些啊？他发一张纸说打赢了有土地，他就带走了嘛。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民进党觉得执政后前面有这个讨论过啊，后面有人民的期待，那个跨度很大，我们要怎么样收束，走中道理性路线？不是啊，老百姓听不懂啊，至少我觉得声音没有下去嘛，或者是跟对方蓝白煽动的语言比起来，比较没有吸引力嘛。所以那个人设是什么？行政院的人设是什么？立法院的人设，甚至是总统府的那个出来要给人家一种铿锵有力的，就是说我很期待，我每天都期待你出来讲什么。温柔也是一个路线啊，陈时中很温柔吧？至少我没看过他生气。那陈时中出来每天2点后，大家都会期待。你要给人民一种期待，给支持者一种期待感，说我想看你今天怎么嘴黄国昌。对，这是人设啊。像苗博雅对我来讲，他就是有一种超龄的稳重。我觉得他对自己的期待，他真的哈，因为实际上苗博雅很年轻他可能对未来有一种我要干大事的那种，所以我现在就要开始准备。那像林涛。林涛给我的感觉就叫将旁第一事，不论什么东西来，我在桌椅旁边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家所以国民党把他奉为上士。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设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风吹雨打，他都要维持那个人设。但不好意思，作为支持者的我想要请问一下，在826之后，我们重新要看到那个823了823之后，你希望给人民看到什么人设？我觉得这样子才有大家继续。有所期待的条件。Thank you， 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问你这个有点 cos 型的。不会，我这个专门这个没有人可以 cos 得了。对，会不会有点失望？因为你没有任何学弟学妹。不会，你是中华民国唯一一个被罢免的立委。不会，我们你本来有没有寄望在726或823以后会有几个学弟妹？我跟你讲，这个全世界我一直都很挣扎，要不要问你这个？因为有人讲说你对于这个结果，那你一定中间过程有你的想法，你一定希望努力能够帮台湾在你的角度做一些什么。但那个结果出来以后，会不会有点失望？当然，我只能用 cos 的问法说，不会，那个失望就是你没有学弟妹了。感谢武哥问我这一题，刚好全世界能帮我作证的人不超过7个，其中1个是苗博雅我在群组预测结果是第1名。你问苗博雅，我们苗博雅点头摇头就好了。有他当天中午的时候发出预测，很接近吗？很接近吗？接近。我们7个人预测我是最近，接近比那个柯文哲跟侯友宜的民调还要接近。当天中午预测是比较晚的一点，因为我们当天对面是前一天晚上。林涛但是一直都没有官方都没有公布资料，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林涛是7月25号那天晚上写的就是0啦，我知道了。我们预测不是几席，我们预测是数字啊，包含投票率跟同意不同意的比例，还包含好了，反正就是先这样啦。我的意思是，最后一段时间，你如果问我1个月前，可能我都觉得还有拼啦。最后一段时间是真的很辛苦，就已经知道了，对吧？那因为我们自己身边也有不同颜色的朋友嘛，那你去问他们在意的议题跟内容，你就知道大概已经会有一定的结果，但大势已去。大势已定啦，不要去啦，还没去啦。我们就是因为一直在努力，所以我们今天才在这里嘛。永远不会去，好不好？永远不会去。那至于这个标签，人家贴是没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都反求诸己啊。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我的确还有可能可以更努力的地方。比如说因为地方种的一些人情我没有照顾到。
啊，但是你说我完全没跑干嘛的？我也是真的尽了100%的力量。是啊。那再来对手啊，虽然我不要怪对手，可是对手就真的强嘛。因为我就讲过好几次啊，不然朱立伦你来跟他选嘛，你看选不选得赢？人家就真的强。好啊，那但是呢，我们也真的尽力了，我还赢过他一次啊，这样子我觉得够了。事实上我也是插班生这个弯道超车，我不是一个传统政治人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而且对我来讲是这一次大罢免，路上多了几十万个跟我一样从老百姓，然后想要做一些什么，只是我那个时候走太大波跑去选举了嘛。那有些人是上街，有些人是牵联署，他们试图要说服身旁的人，这不就是民主吗？我觉得这也很棒啊。所以无所谓大势已去，也无所谓大家，至少是一个标签，我的人设还是一个素人从政，然后曾经打败过萧波快啊，虽然也成为第一个罢免的，我还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永远坚持台湾的民主自由。但是 Thank you， 其实从开始上节目一路到现在，最起码你得到上公的认可。上公你有公开讲过 Thank you 的进步非常多。哦，不是，我是觉得他的逻辑跟表达方式，逻辑越来越强，表达方式越来越幽默，让人家听了会觉得有兴趣嘛。要按摩吗？好，那叫按摩。你做好，我会怕，好吧？我会怕，好吧？对，这个基本上台湾的民主过程，这些都是台湾的民主过程啦。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让大家觉得很可喜可贺的一段，它就是一个民主的一个过程。但奕善可不可以简单回应一下？我为什么要问 Thank you 讲说那个黄国昌最近面对媒体的那些回应，所以现在听到上公刚就说听到美国2个字。就会不开心吗？对，我刚才就直接讲了，他说 PTT 嘛，所以小草都很喜欢在 PTT 里面写文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党主席 PTT 就是为什么他的老婆生气，让他对于美国人这件事情，其实他可以很简单的回应。柯文哲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你甚至可以说，我未来绝对不会依亲来加入这个美国籍，代表你对这个立法委员对中华民国的忠诚嘛，代表你未来要参选新北市长，或者以后如果有卢昌霈，你对中华民国的忠诚，你绝对不会因为台湾有难而去用依亲的方式加入美国籍。这是反而是一个好的幕僚应该建议你党主席应该这样回应的嘛，这样对你的政治参选的路才会长久嘛。但是他就选择不回答，反而是让所有的危机更加深嘛。因为你就因为记者讲到美国律师，你可能听到美国2个字，你开始就脾气就上来了，所以才有白差问题嘛。讲到最后，人家又查出你的儿子继承了你的3岁的时候就继承了你土地的问题嘛，这些相关的争议会越滚越大，这不是一个好的危机处理方式。而黄国昌为什么选择这么做，不去面对美国籍的问题？这个东西他自己要去处理的。即使现在你不回答，未来你在参选任何职位的时候，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包含民众党党主席包含民众党党主席也要接受这样的质疑啊，因为我的党员每一个党员都有质疑我党主席是不是对中华民国忠诚的事情嘛，所以这件事情他逃不过，他现在借由柯文哲案来去逃脱这一切东西，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而不要欧龙谁斗。另外我要跟林涛讲特别提醒一下，林涛刚才说整个司法都只办柯文哲案我特别跟林涛提醒一下，3天内罗景任已经说了，如果你不对所谓他当初领了劳动部补助这一件事情做出相关的澄清或道歉的话，他会告你加重诽谤罪。我是希望林涛赶快道歉因为这件事情会让司法多一个案。他现在逃过，他现在借由柯文哲案来去逃脱这一切东西，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而不要欧龙谁斗。另外我要跟林涛讲特别提醒一下，林涛刚才说整个司法都只办柯文哲案我特别跟林涛提醒一下，3天内罗景任已经说了，如果你不对所谓他当初领了劳动部补助这一件事情做出相关的澄清或道歉的话，他会告你加重诽谤罪。我是希望林涛赶快道歉因为这件事情会让司法多一个案因为你说司法只办柯文哲案嘛，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特别说明？因为当初劳动部我们可以检讨劳动部的就业基金可不可以拍广告？劳
劳动部的就业基金拍广告可不可以用开口合约？劳动部的就业基金用开口合约可不可以花2800多万？而且你的审核过程是这样子，但是这件事跟罗景任有没有关系？跟零日攻击有没有关系？这个要证据啦。你可以检讨劳动部，我也骂劳动部啊，你不应该把就业安定基金花在拍广告这件事情上面。但是这件事情就很清楚了，劳动部给了广告公司，广告公司给了罗景任导演拍摄这部影片，也就是说罗景任是下包，他根本没有去标，而且根本没有拿到补助，然后你也不能签到罗景任是零日攻击的导演，你就说零日攻击拿了就业安定基金的补助，这种连连看，现在国民党都必须去检讨，未来要不要继续采取这样的方式。我再提醒一点哦，零日攻击总共有6个导演，请去看零日攻击，有6个导演拍，而罗景任只是其中之一，他也不是这家所谓零日攻击的这家公司，即使零日攻击拿了很多政府的补助，都跟罗景任导演无关。来，林涛，这个呢，我先讲哈，先讲前面哈。OK。这个五哥知道我是被民进党告过10次都胜利的人，好，所以这是第11次，我们看会不会连续第11胜，好不好？我们一定直球对决，正面对决的，在司法的案件我们没有输过哈。第二个部分呢，在这个案子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这个律师函里面是说，他是这个公司发给他的报案啊，那公司发给他的报案，那我问你，你有没有领这笔钱嘛？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呢，我们质疑的就是就业安定基金在审计部里面讲的5000多万中间的55%，这2872万是不是就用在你们这3个影片上？是因为审计部的资料写得一清二楚，这3个影片的导演就是零日攻击的导演之一罗景仁，所以我觉得这些资料在完整的在记者会揭露，这是审计部的每一个截图都来自于审计部的官方资料，你要告我什么？所以我们当然一定正面迎击。你不要觉得说我们3天内会讲什么，我们3天内可能会做的事情是再度的揭露就业安定基金是怎么被所有的民进党这些好朋友们、政府的政务官们拿来办演唱会，拿来做不符合审计就业安定基金该有的目标。OK， 林涛。你有没有听到最近蔡壁如？因为大家都说蓝白合2026、2028看起来是一定会往下走。蔡壁如点名说，白银最少要攻下2席。他点名的2席，我不知道国民党听了，一个是新竹，一个是新北。你们新北不会让吧？我先讲接下来的2026。包括现在国民党还在进行党主席的选举，他一定是下一任的党主席，再来跟这个民众党党主席一起来谈2026要什么样的机制。包括这个黄国昌主席说要新北，那新北我们自己有人才基金嘛，李世川应该是在目前看起来年代的民调里面，他在对比跟内比的民调全部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讨论，应该没有那么急。可是我必须要回应一个小的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说黄国昌主席为什么现在要讨论司法的这些资源跟案件，因为真的小草关心这件事情，人民也关心这些事情，他只是把现在社会的声音充分的表达。我觉得呢，身为一个民意代表，他要表达这司法案件当然是 OK 的嘛，因为他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民意代表的角色。可是针对这些未来蓝白的合作，我觉得因为有这一次的726跟823跟公投的氛围，我觉得这个氛围是特别好的。OK。接下来你跟柯文哲主席曾经共事过，你对白银的认知应该比很多的来宾都要来的深入一些。白银现在跟蓝营之间的合作，如果点兵点将点到新北跟竹市，说要拿下这2个，你觉得机会大吗？竹市不能算民众党的，竹市要算高虹安的，而高虹安已经退出民众党了，无党籍，他是无党籍，而且他自己经营跟议会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国民党或民众党都会礼让。如果高虹安要选，或者是他有资格选因为我们不知道2审定验到底会不会成案嘛，所以高虹安如果要选，大概蓝白都会礼让高虹安，但这不能算是蓝白合了，因为那就是算高虹安的。那另外的部分，嘉义跟彰化，嘉义是我觉得如果国民党
有更适合的人选，绝对也不会让张启凯啦。张启凯原因是反正也不一定会上所以那南部的地区嘉义县市虽然现在是国民党籍的，但是毕竟他如果没有接班人，可能张启凯是一个蓝白合可能示范。但是现在又放出民众党这边又说张启凯可能选彰化，这国民党一定不会让啦。国民党要让谢依凤也不让啊。所以这个国民党的自己的地方的系统的生态根本不可能由党主席去把所谓的彰化弹掉，说让给你民众党嘛。所以彰化弄画啦，比较有可能就是宜兰还有黄国昌心意中的新北嘛。重点是新北现在民调就是输啊。虽然我们不能说你不可能在最后追上去，但是我说真的，以他现在面对所谓的媒体的这些关系的问题，如果没有办法处理好，面对美国跟土地争议，别忘记了他小儿子继承了那个所谓的土地，后来开发成停车场，很奇怪，民众党的主席都喜欢把农地变成停车场。柯文哲也是，黄国昌也是，还被新北市政府罚了6万块。他才改过来，所以如果你要参选新北市长，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如果你自己的土地违规使用，被新北市政府裁罚了6万元，你还说你要选新北市长，这大家看得过去吗？所以他未来如果民调要追上李四川，我觉得已经是难上加难。而如果又跟他说的，他如果说这之前就已经说我参选的时候我不会赢就不会选嘛，所以李四川的民调赢他，就可能解决所谓蓝白合在新北市的问题嘛。那但现在的问题是说，如果民众党民调都输，那你要不要参选？你要不要硬去参选这个几席硬要参选，国民党怕不怕他，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柯文哲有25%的时候，国民党会怕他，所以柯文哲可以撑到选举的最后一天才跟你蓝白合破局嘛。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柯文哲了，现在黄国昌民众党民调都在10到15%之间移走的时候，这个东西国民党只要透过弃保的效应，最后选战喊弃保，可能民众党的票就可能移到国民党。所以我觉得啦，国民党现在喊蓝白合，包含支持柯文哲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把这些选票变成他们的囊中物，因为把这些选票，民众党的选票、柯粉的选票变成国民党的票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礼让民众党了，只要喊弃保，国民党就会赢。这个才是国民党现在讲蓝白合的原因。林涛可不可以简单请问一下，你们现在主席朱立伦，因为你是头号爱将，他真的不选当主席哦？我觉得放心交棒跟顺利交棒之外呢，还有一个坚定交棒。好，那个坚定的意志是超乎外界想象，所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所以不是有很多人在讲说什么以退为进啦，或者什么的奖励一大堆都没有，他就是真的不干当主席啊。如果你说要以退为进，我觉得以退为退的味道比较像。真的？对，就是说味道这样子比较像。那所以呢，他有这个坚定的意志，他希望接下来国民党因为要面临2026跟2028，你接下来前面的气势这么好，你应该是延续，所以那一个人。不能说带领国民党在过程中是有纷乱的，或是说真的，像现在好像是战国时代开始他登记，可是你真的要扛2026是要调和鼎鼐，是你的威望是足以提名县市首长，然后你的募款能力是足以来支撑所有的造势，一路要到2028的人，他当然希望是一个可以匍匐众望，而且众望所归的人。这也是说明了为什么他在823那天晚上直接恳请，也恳求，也拜托台中市的卢秀燕市长能够来接棒或是来竞选。那当然中间还是要经过竞选的程序，竞选的这个登记。只是说卢市长如果来登记，这战局就结束了，而且也可以很稳健的把26扛下来，28他再自己来做一个总统候选人兼党主席的一个操盘。所以我觉得今天他为什么会喊出这件事情，他也可以不要喊啊。他说反正我任期到了，我就直接交出去，为什么还有他的事情？过去4年我们的战绩是漂亮的，那就好了。可是说真的，如果交出去，是战国时代的很多过去在上一次有选过的，或是一些一直在点名、一直在自己登记的人，那如果国民党变成一个过去累积的能量筹码，然后战国时代就变成又更呼呼起啊，那他心里也会觉得难过，所以他当然是指定，或是说不要说指定，也不要说钦点，是恳请
拜托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士他不是说，哎呀，你干嘛要恳求一个人呢？你干嘛要点一个人呢？你就交棒就好了嘛，那就没什么事了。然后开始有一些人开始有点情绪。OK。为什么有这个情绪呢？我们说台中市的卢市长他是众望所归，这不是社会的共识吗？这不是蓝营支持者的共识，应该不需要有情绪，而是说在这个分老里面，朱团队把这个分老帮忙他降到最低，然后把国民党安心交棒。上公，你有任何消息？国民党这一局到底，因为他是国内最大在野党，蓝白在立法院占了绝对的多数。接下来2026、2028，所以现在未来国民党这党主席跟未来国内整个政治，我相信你的民党大概都会看的国民党党主席到底一定也会关心。现在这个状况，这补萨杂架到底怎么样？到底怎么样？因为大家锁定的想要的人选，一个一个都不选嘛，卢秀燕不选嘛，胡志强不选嘛，胡志强也不选，胡志强也说了他没兴趣啊，然后。黄敏惠要专心市政嘛，然后这个蒋万安说不选嘛，侯友宜也说不选嘛，直辖市里面现在唯一一个还没说要不要选的叫张善政嘛，张善政张善政跟他们老板也很好了哈，他老板的一堆人也都在市政府嘛，张市长也有点名卢秀燕市长，那里面嘛那立院党团也有人想要动一动到底要帮谁动？帮自己动还是帮别人动也想动一动嘛然后你现在就是局势一片乱就国民党看起来从726、823一路上跟着白营合作过关斩，然后看起来2026、2028，我相信国民党里面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形势一片大好，那为什么党主席都没有人要干啊？形势一片大好嘛，那形势最好的是卢秀燕不干那形势不好的是朱立伦干不下去帮自己动还是帮别人动也想动一动嘛然后你现在就是局势一片乱就国民党看起来从726、823一路上跟着白营合作过关斩，然后看起来2026、2028，我相信国民党里面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形势一片大好，那为什么党主席都没有人要干啊？形势一片大好嘛，那形势最好的是卢秀燕不干那形势不好的是朱立伦干不下去反朱的就是要他下台嘛不管你功劳怎么样，就是要你下台嘛因为。这过去到现在不是一战726或823的问题嘛？那是诉愿了，对啊，那已经也不止诉愿啦怎么样？你看，就王金平说了一句话嘛，卢秀燕不选嘛然后朱立伦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嘛，他也很不乐见国民党出现这个状况，因为你现在看到要选的人，有些名字还喊不出来。张亚平吧，张亚中不是张亚中，孙建平，张亚平，郑丽文，卓博源，罗志强，我6个算完了。那里面罗志强心罗志强有没有选举资格再说应该是没有啦因为依据国民党全国党代表通过的国民党主席选举办法，至今未改。是要承认中央委员跟中央评议委员，指定中常委是不曾担任过中央委员跟中央评议委员的因为你是直接指定当中常委，你没有当过这个身份可不可以？他自认为是，反正我接了书记长，因为王宏威被指定中常委嘛，那也可能不指定你中常委谁说一定要指定你中常委？依惯例，隔10院下来几乎。隔10院院长都会聘那个中评委啦，中评委，但是他从隔4院下来朱立伦就没有聘他中执委那个中评委所以他到现在没资格陈玉珍现在抛韩国瑜，因为他那个没有用本来就应该要维持中立，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觉得修也没有用嘛，因为他是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嘛，不得兼任那个党职嘛，好嘛。你进覆2读，冷冻1个月，9月5号登记完了吗？来不及，怎么修？
民进党会让你随机表达吗？那个是2016年哦，民进党当选总统，蔡英文当选，然后国会多数的时候，那个时代力量也有提案，然后民进党的李坤哲提案，就是不得兼任党职那一个，过了，2016年的11月过了，时代力量黄国昌有提哦，李坤哲提哦，当时的院长是谁？苏家全的，民进党的，是民进党自己提案要他不能兼任党职的，那你现在要修可以啊，反正也来不及了嘛，因为民进党一反对。朝野协商1个月，冷冻期1个月 ，OK， 1个月过了以后，国民党未来的立法院院长选下一任党主席嘛，那个时间上已经完全来不及了，所以韩国瑜9月4号就要登记了，我知道9月5号最后截止嘛，我说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OK， 来不及了，那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如果真的都这一些人。大家要思考的是变数跟这个国民党继续烂下去，还是变数多？让谁继续领导下去，变数最少？你就唯一这个问题嘛，我就讲白了一点话，有人要选2026的县市长，只说了一句话，私底下就说了一句话嘛，张友忠当选，我不选了，我不选了。那当然很多人当选会有变数嘛，那现在大家在思考的一件事，其实很多人都在思考了，我如何不要这个变数？如何不要这个变数？不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变数，不要一个变数。有人就主张啊，私底下说，我们要不要？虽然朱立伦领导成这个样子，但没办法，要不要让他领导最差就这样？就避免变数嘛。不会差，还不错。不，就避免这个变数嘛。现在大家，所以你看那个。挺卢派的，挺卢派的也在考虑有没有变数，但是不要忘记，挺卢派私底下现在是对卢秀燕怨声载道哦，不要以为他不选挺卢派的人接受哦，挺卢派说的私底下几个大将私底下讲的是很难听哦，干嘛？等人家把梯子弄好，然后整理的干干净净。然后你就穿得漂漂亮亮的上台阶嘛。如果要是国民党现在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包括党主席，这个最大在野党前几仗726、823，但是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党主席到底真的最后谁会浮上来？那民进党呢？我们要讲民进党在823以后怎么清战场，总是要让战场翻页。然后现在看到好内阁改组还在进行当中，党团里面包括党团级长有没有要走的或什么？对于民进党现在怎么样去清战场？不过你们自己怎么样看未来要跟你们直接在2026战场、2028战场碰到国民党这一仗？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民进党当然是在这个逆风期啊。但是我是觉得说，政治本来就是起起伏伏。我觉得即使在逆风期，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失智。但是我们真的会很谦卑、很虚心的听到民众给我们的这个任何意见，然后我们当然去做调整。所以包括这个行政团队，包括这个党的部分，包括未来可能党团内部也都会有一些可能调整。这个就是为了因应一个民意嘛。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我在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会说完全失智，或者说觉得没希望，不是，因为当然这次大罢免我们当然感觉到挫败，但是就是说，其实说真的有没有输，我觉得公民的力量还是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是公民这样主动站出来去完成这一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还是给很多真人物很大的一个警醒。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看台湾的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就是说整个中央政府在操持这个整个台湾的经济基本面，我觉得是稳的哈。就是说，股市现在还是在24000多点，我们的经济成长率现在是4小龙第1名，我们的失业率是创下24年来的新低。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说自满，我们就做，我们觉得还是要去人民的感受还是最重要。但是就是说一些具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基本面来讲，还是对我们是有信心的。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不管这个国民党未来党主席是谁啊，我觉得我们都给予祝福哈。即使是这个林涛突然说他要选党主席，我觉得也给予祝福。虽然我跟他常这个真的我觉得这是国民党他们内部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说有人问我说那这个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个合作，你们怎么看？其实我坦白讲我跳脱出那个政党，我觉得政党的合作，如果说只是为了胜选。
我以2000年那次我那时候在新闻界，2000年那是连送配所有的2004连送，2000年那是2000年连送没有核，2004年，所有人都觉得说连送核一定赢，当时所有人，而且你记得那个时候真的一开始宣布连送核那个民调跟阿扁的民调差了1倍左右，我记得，然后就觉得连送核哇，这个很多人都分工，开始在分官了哈，那可是到最后呢？这个我觉得只要是坚定意志，我觉得那个价值还是最重要。你政党的合作，如果说这个只是为了这个一时的政党利益，而完全忽略了这个价值，我觉得这个是会有问题。所以我当然不是说去唱衰这个他们怎么合作，这个我都祝福。那至少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说黄国昌过去也曾经跟这个民进党有过一段，那我觉得我们也是刻骨铭心。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真的是理念不同，或者是价值随时可以转变。我觉得我们就是祝福他，但是我们这次这个823的这个整个罢免的结果，坦白讲，我们一定是虚心接受。然后我觉得未来在立法院，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希望能够更多的这个沟通的协调，而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忍让，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在野党能够真的也一心为国，否则下一个会期的总预算如果又像去年这样搞的话，我真的觉得对全民来讲都是很大的灾难。阿淼，不可讳言，其实美国跟对所有的台湾对外关系来讲，美国大家都一直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但是包括最近大家看到 AIT 的古立言，然后跟不管顾立雄或是一些蓝委之间的会面，那个照片透露出什么样一个玄机？当高金素梅喊说没有什么以美论，他觉得我们干脆就放弃美国市场，你怎么看？这个先给大家看看，可能有些观众朋友还没看过这个照片啊。这个先看下方哈。下方都是在 AIT 的粉丝专页贴出啊，这个是 AIT 的处长哈古立言，然后呢对面坐了一排呢是国民党的立委啊，里面可以看到大家很熟悉的牛许婷啊、林佩祥啊、罗志强啊，然后这个大家很瞩目的徐小新等等哈，就时间有限不一一唱名。那么这个照片贴出来之后啊，大家就写出啊，这个与国民党籍的立委啊谈一些什么重要议题，当然是一些官样文章啦。那后来晚一点之后呢，又贴出了这张是什么呢？这张是上星期 AIT 的处长古立言跟国防部长顾立雄见面，那跟国防部长见面谈的东西当然更具体了，一定就是国防相关了哈。那所以这2张照片呢，在网络上就引起讨论。那其实你从了这些政治照片的分析啊，倒是可以看到一些美感啦，比如说。这个古立言跟国民党 AIT 跟国民党，它就是分裂2排嘛，对不对？分裂2排，然后呢，两边都是团体包括了这个在这个古立言身边的，其实旁边这些其他是 AIT 的官员，还有谁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照片呢，景深比较深的地方，还有这个一排啊，还有这个一排后面啊，这些都美国人啊，然后国民党的立委呢，就停留在这边，这个。每一个人表情严肃只能这样，每一个人表情严肃。那古立言的神态呢，这个感觉略显轻松一些啊，这严肃的氛围。那可是他选用呢，这个跟顾立雄的照片那就不一样了。这2个人在这张照片呈现出这个叫做相谈甚欢的感觉，而且是1对1谈，不是说像下方这一张是带2大队在谈，所以。这个呈现出来的氛围确实可以值得探讨，尤其是在 AIT 释出这一张跟国民党立委会面的照片之后，那当然在照片里面的委员就被采访嘛，那没有一位委员会愿意去透露说到底那天谈的什么，这是第一点啊，这个以后啊，如果说赖总统还想请在野党再做一次国安简报的话，大概可以比照啦。说，你看 AIT 的会面，也是一张照片嘛，也没有什么直播嘛，也没有公布给大家看嘛，大家互信友好的谈话哈。其实这个就是国民党释出的基调，而且在 AIT 放这张照片出来之后，国民党宣布支持国防预算占 GDP 3.5%。没有一位委员会愿意去透露说到底那天谈的什么，这是第一点啊。
这个以后啊，如果说赖总统还想请在野党再做一次国安简报的话，大概可以比照了。说，你看 AIT 的会面，也是一张照片嘛，也没有什么直播嘛，也没有公布给大家看嘛，大家互信友好的谈话哈，其实这个就是国民党释出的基调。而且在 AIT 放这张照片出来之后，国民党宣布支持国防预算占 GDP 3.5%。这个是上礼拜，因为新闻比较小，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赖清德总统跟卓荣泰院长发布了他们编完了明年的总预算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亮点叫做国防预算达到 GDP 的3.5%，展现自我防卫决心。那在 AIT 贴照片之后，国民党就宣布他们这项政策他们是支持的，所以大概那天会谈达到的效果确实卓著。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他后来又补贴了关于这个顾立雄的这个部分，大概 AIT 是要释出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因为各位这个照片的权势战在照片贴出来之后开打。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民进党执政团队自己要去思考的一件事。当 AIT 贴了国民党这张照片，刚好是遇到823投票之后，在当时网络上面支持国民党阵营的人开始在讲什么？美国人看到823的结果，现在已经对赖政府失望了，开始呢要找国民党来谈了。美国人已经决定跳过赖政府，要找国民党了。国民党是充分利用了这张照片去做对他有利的诠释。Okay. 然而，我觉得民进党的执政团队在这部分真的太过保守，所以 AIT 后来贴了顾立雄的这张照片，很明显就是为了要平衡嘛，就说不是像你们讲的说我要跳过政府去跟国民党谈，事实上我更早在上礼拜我已经跟顾立雄谈了。那可能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执政团队大可以大大方方的讲清楚这件事情嘛，不要让什么事情都蓝营抢占诠释权的先机，因为在政治上事情做得好坏一回事可是如果你不自己诠释，你就是被别人定调。过去1年半，我们已经看到太多执政团队自己不诠释，被别人定调。我觉得在这部分必须要加紧改善。林涛，国民党会支持所谓的弃美论吗？这一块？高金素梅讲这个，然后因为我们跟美国的关系真的非常紧密。刚才阿苗所讲的那个，包括那个解读上，你们会是怎么样看待这一块？最近有没有看到川普跟李在明之间谈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反正川普什么事情都可以干，他直接讲说驻韩美军的那些基地的所有权要归美国。你知道这个对很多国家来讲，大家都知道，我们从以前满清末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什么租界啦，很多的这些事情，川普讲这个，他不担心韩国人会疯了吗？基本上要从前面讲，因为国民党基本上是亲美友日和陆，这本来就是基调。那我们也支持说台湾的国防从3.0的 GDP 一路走到3.3，再走到3.5，国防的预算保卫中华民国，这是我们很清楚的基调。可是我必须要讲，因为 AIT 发它官方的文件，基本上你是不能用 AIT 的2张照片来操作国内政治的。这个跟 AIT 的不管是舆情的收集，他们很清楚的。所以我要给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民进党的吴思瑶的照片。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国民党的照片我们大家都是很乐意去跟美方讨论台湾的国防。结果他在国民党的照片，他的评论是 AIT 处长跟国民党会谈笑不出来，他下的注解他说要削弱国家的安全。民进党的顾立雄，民进党的阁员顾立雄，他马上说会晤是谈笑风生台美开心的合作啦。不能这样拿 AIT 2张照片出来操作了，AIT 也会有意见。我相信 AIT 很快就会跟民进党讲说，其实不能这样操作，因为我们跟两党本来就希望台湾的国防可以保持自己的一些坚韧的嘛。所以我们在讲说，为什么在关税的谈判、国际关系的谈判，民进党是拿2张 AIT 的照片出来三笑在野党，可是李在明是怎么样？李在明是直接跟川普会面，而且你知道吗？以前美国川普是直接臭李在明说我不要跟韩国做生意啦，怎么这么难谈，对不对？结果见面之后，川普说李在明真是个温暖的人呐。然后呢，韩国马上也去讲说，如果川普未来之前不是讲说要在北韩打球吗？那么我们来安排看怎么样来促成想去北韩打高尔夫，盼今年跟金正恩会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南韩很快的从原本这个跟美国交恶或是紧张的关系，马上变成
南韩的李在明是一个温暖的人。那过去其实华府的外媒还有华府的人都在讲说，赖清德政府过去其实是跟民主党有线的，现在可能跟川普2.0的共和党。关系比较疏远，比较冷一点，那没有关系，因为中华民国的未来，中华民国的外交是蓝绿要一起努力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再去把 AIT 的2张照片操作。想去北韩打高尔夫。盼今年跟金正恩会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南韩很快的从原本这个跟美国交恶或是紧张的关系，马上变成南韩的李在明是一个温暖的人。那过去其实华府的外媒还有华府的人都在讲说，赖清德政府过去其实是跟民主党有线的，现在可能跟川普2.0的共和党。关系比较疏远，比较冷一点，那没有关系，因为中华民国的未来，中华民国的外交是蓝绿要一起努力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再去把 AIT 的2张照片操作。其实这个南韩的案例跟大家讲说，国际的谈判跟各种包括在野的力量跟产业的力量，这才是台湾的人民希望看到的方向。这个我讲一下，这个我觉得施尧是因为他在去年1年他担任这个干事长的这个期间。他实在是遇到国民党对于国防预算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恶删或恶整或动删，其实他心里可能会觉得有所感受，所以他有点担心呐。我觉得他这张照片其实在提醒国民党说，美国也希望说，当然这个支持台湾的民主盟国，但是也希望台湾能够展现自我防卫的一个力量。我觉得他可能是比较是善意的提醒。那我的解读是这样。那当然林涛有他的解读，我也尊重。但是我真的希望说，因为林涛刚刚讲一句话，我也觉得 OK 非常好。他说：“我们希望国防预算能够从3到3.2，一直到3.5，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或许有一些言语上的一些意见的不同，但是如果大家都能够真心来为我们的国防的预算，希望能够未来由3.32一直到3.5，然后来捍卫台湾，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OK， 那我也觉得就是说，当然不管怎么样去解读这些照片，总之我相信，不管是施尧也好，或者是我也真心的希望国民党在下一次会期能够理性的来审查。”这个国防预算，那我相信这个就是人民的福气啊。OK， 一闪，最后1分钟，老共93大阅兵就要进行了。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的总指挥到底是谁？还不知道。对，为什么？先跟大家报告啊，馆长念兹在兹的93阅兵啊，馆长可以参加啦啊，他很重要啊，不要再笑他不重要了，他可以去参加93阅兵游行，但是他也不重要，因为大家不会关心他参不参加，关心的是这个演习的这个总指挥到底是谁啊？对，过去一定是总书记习近平来参加或者是指挥整个的这个阅兵的典礼嘛，但是现在却传出有3套可能的剧本，第一套叫做习近平参加嘛，但是大家不用怀疑，如果习近平参加，代表他在中国解放军里面他的军权还是在握的。第二套计划叫做习近平身体出状况啊，这个也不是身体出状况，身体出状况一定是理由，就表示他对于解放军军队的掌握已经落入他人之手，而最有可能就是张又侠副主委啊，这个的军委副主席来做这个代表这个解放军来做这个阅兵的动作。如果是出现张又侠的话，那代表整个的军权就由张又侠在做掌握，或者是第3套，干脆2个人都不要来了哈，2个人都不要来，就第3人来阅兵，换联合参谋总部的参谋长刘振立啊，这个参谋长就表示啊，军权大家1人1半，都不要有冲突。所以这3套剧本就可以看到，中国目前他们军方的权力是落在谁的手上哦。啊，另外这次演习的目的，美国中情局就是 CIA 分析师就指出主要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了强化建设，尤其是在2027年，他希望他的军队可以现代化嘛，所以他做这样的阅兵的动作，是不是也只是他要迈向第4任，从所谓的军队里面的改革，他必须有第4任的任期来作为完成所谓国家军队改革的一些相关事宜。老共的阅兵全球会瞩目，那未来对于包括国际之间，甚或两岸之间会有什么一些影响？那对国内政治来讲的话，从726、823以后，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明天见，拜拜。